应该很多人看过这个法师，像是这个，还有这个。这位法师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梗图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净空法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这位常以梗图形式出现的法师，名字叫做净空法师，其实在佛教界知名度相当高，因为他常常透过电视还有网络去推广佛陀教育，深入浅出的教导民众人生哲理，追随的信众人数呢非常的多。那也因为曝光度很高，网络上面有一群人非常喜欢将他的讲经影片截图作为二创的素材。而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净空法师圆寂这个消息一出，不只是信徒缅怀法师的慈悲教诲，还有不少喜爱梗图的网友留言哀悼，一路豪奏阿弥陀佛回归净土。他的 YouTube 频道甚至还开直播，让世界各地的信众线上助念49天。不过受到众人爱戴的净空法师其实也有过一些争议言论，像是他曾经说过习近平是菩萨的化身，这句话就引起了非常多台湾人的反弹。而且也不只是在台湾有争议，中国官方呢也把他打为境外势力渗透，批评他是歪理邪说。这又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喜欢川菜的香麻爽辣，但又觉得上餐厅麻烦好贵吗？那这瓶3秒入魂川味麻辣烧酱你一定要认识。麻辣烧酱呢是厨佛瑞德 Fred 10年研发的心血之作，非常的特别，因为它不是辣酱，是川味的干式高汤。蒸煮炒炸只要一匙入菜，3秒就能够释放精粹的川味。不论是干拌或是滚火锅，3秒就有香麻不死辣的美味。如果懒得处理，也能够轻松做个拌面或凉拌菜，搭配外送也 OK。沾水饺配盐酥鸡，口味当场更升级。秘方来自四川老师傅的启发，以川菜经典的花椒、青花椒为基底，搭配小甜椒干，还有小茴香、八角、丁香等15种顶级中式药香。可以说呢，川味的灵魂都在这小小一罐里面了。火热预购中，早鸟限时优惠，直到9月29号。顶级资讯现在就以最优惠的价格预定顶级川味吧。净空法师的俗名是徐业宏，1927年出生于中国的安徽省。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因为战乱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军。而在1949年的时候，他跟很多人一样，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到台湾。那在早期的时候，净空法师其实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当时他去过教堂听牧师布道，经过清真寺听教长讲这个可兰经，觉得这些宗教都能够讲出一番道理，但唯独是佛经常常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就算是去问在念经的和尚也不懂经文的意思，所以在学佛之前呢，净空法师一直觉得佛教是迷信低级的宗教。直到后来他为了学习哲学认识了当时台大哲学系的主任方东美教授。方教授告诉他佛经呢才是世界上面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被这2句话吸引的他，决定到寺院找经书自学没有想到越看越喜欢。32岁的时候，在台北的灵济寺剃度出家，从此踏入佛门。可是佛教高僧那么多，净空法师有什么特别可以达到今天那么知名的地位呢？净空法师认为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佛陀教育，因此呢，他相当的努力，想要普及佛陀仁慈博爱的精神，所以他讲经的内容也非常的浅显易懂，不只融入了像是《弟子规》《论语》这类一般人熟悉的儒家经典，还极力的提倡孝道、师道和中华传统文化，让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净空法师很早就注意到媒体的力量，早在20-30年前呢，他就已经提出21世纪的道场应该是网际网络和卫星电视。那为了实现这个高科技救度众生的理念呢，净空法师常年在华藏卫视、世界电视台讲经，近期呢还跟着时代的演进，使用 YouTube、Podcast 弘法。就这样子经过电视还有网络不间断的这个曝光呢，他在台湾、香港、中国、新加坡等华人地区迅速的累积了许多的信徒，甚至还曾经受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推动宗教团结与世界和平。2005年，澳洲政府为了感谢他帮助澳洲推广佛教，促进宗教间的和谐，还授予了净空法师澳洲勋章。而在此同时呢，他在影片里面浅白的用字也引起了网络世代注意，吸引了许多另类的信徒。在净空法师成名之后，有不少的云信徒们会截取法师的名言佳句做成梗图模板，应用在各种场合。也因为数量实在太多，甚至呢还让净空法师多了一个梗图王的称号。像是这张呢，可以说是网友最爱的模板。
客户什么都想要客制啊，没钱不要想这些事；想买房子，没钱不要想这些事情；iPhone 14开卖了，没钱不要想这些事。而其他像是瘦下来太难了，或是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医生都放弃治疗，也都相当的万用哦。不过所有梗图当中讨论度最高的可能是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全是男子这张，有人看完表示拜托让我下地狱吧，但是相反又有人看完说哇这太伤了，巴不得赶快往生。不过这个梗图呢，其实也引起了一些质疑说，净空法师是在重男轻女吗？那其实净空法师的意思是呢，在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平等的，平等到连身体啊样貌都是相同的，因此没有男女之分，个个都像阿弥陀佛。但尽管如此这个看似与世无争的净空法师呢，其实也有过一些争议。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净空法师曾经发表过对电玩游戏的看法。他认为，在电玩游戏当中杀人也算是造杀业，而且他认为不只是玩家，连制造啊、贩卖，甚至是吸引人去玩电动游戏都要负因果责任，甚至这个罪行呢，比做屠宰生意的人还要严重。这番言论当然引起了很多玩家的不满，认为虚拟的游戏怎么可以跟现实相提并论？也有人反向思考提问那在游戏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世界，是不是也会有福报呢？另外，净空法师也曾经说过，爱因斯坦因为发明原子弹而正在核爆地狱承受他的罪过。如果爱因斯坦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就不会这么做了。不过这些奇妙的言论都还算是小争议真正引起激烈辩论的是净空法师的政治立场。净空法师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有名他在中国的名望也非常的高。因为中国历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宗教根基遭受到大幅度的摧毁，有不少的寺院僧人会透过传播媒体、刊物、书籍，还有佛学会的引荐，追随净空法师进行佛陀教育。而净空法师也相当的喜爱中国，特别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他曾经在2016年的讲道影片提到，过去的中国文化盛世呢是一个地区，如今中国文明的盛世则是全球，全部都是呢因为习主席是一个好的带头人。他还大力的称赞说，习主席是菩萨的化身，完全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的苦难众生付出，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世界的前途很有希望。而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呢，他也提到说，民主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反而赞成帝制，认为君主为了要让他的儿孙世代相传，就会负责任的培养伦理道德。那当然这些说法让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批评他完全忽视了中国政府破坏宗教人权不彰的问题。但讽刺的是，他对中国与习近平的种种善意呢，中国政府却毫不领情。中国抵制净空法师的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中国国家宗教局就发出公文明令禁止净空还有净宗学会的出版物。而在2016年流出的中共统战部报告当中，更将净空法师视为境外势力渗透，骂他是歪理邪说。报告里面批评说，净空法师讲经的内容表面上通俗易懂，但实际上面充斥大量的猥亵思想、个人崇拜的色彩严重的违反了中国的这个宗教政策还有法规。那么严厉的措辞呢，等于是把净空法师在中国的弘法事业整个判了死刑。根据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网络杂志寒冬报道，这2年呢，中国政府积极的要求寺庙收缴烧毁净空法师著作还有佛教的经书，宣称这些东西会危害我国家的安全。那有僧人就表示这些书籍教人慈悲为怀，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只是想要借此整治宗教、打压宗教自由。有人为了保全经书不得不把上千本的经书都藏起来，但大部分的人呢，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佛学书籍还有讲经的光碟全部被没收，因为只要反抗，寺庙很有可能会直接被查封。那也因为中国政府的打压在净空法师圆寂当天，许多中国的信徒只能用上净下空老和尚某位高僧大德来规避敏感词，去悼念净空法师，感谢法师让自己离苦得乐。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这些多元有趣的内容。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因为我们团队没有虔诚的佛教徒一开始真的以为净空法师只是梗图，不知道原来他这么的有名。直到净空法师圆寂之后，很多新闻报道出来，我们才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那么有名望的法师会讲出那么多奇怪的迷因话？
话。那为了制作这一集呢，我们还特别认真的看了好几部的弘法影片，好啦，可能稍微有点快转看，然后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梗图都是断章取义的恶趣味。但虽然话确实是法师说的但那个前后还有一些脉络不完全真的是那么荒谬啦。不过这种故意让很庄重的情境配上很荒谬的话的反差呢，可能也是法师梗图之所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吧。当然，对于净空法师一些很有争议性的言论，我们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撇除掉那些争议言论，净空法师一些看待人生的哲学其实蛮值得反思的。例如我们私心最爱的这张不要跟别人比你就快乐，这真的是既简单又困难哦。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最喜欢的净空法师梗图是哪个呢？ A. 那你是大吉大利啊，用来称赞人很好用。 B. 不要把明年的事情放在心上，可以提醒别人不要有无谓的担心。 C. 你要原谅他，很适合拿来劝朋友。 D. 微生法界现在科学的名字叫做量子力学，是吗？不好意思，我文组以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净空法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俗辣阿北以及 Low Cost Cosplay 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